Hello，大家好，我是 Daniel，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谷歌广告的一些基础内容。我们这个频道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录过关于广告的一些内容。其实我在广告上面的投放经验已经超过5年了。那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谷歌广告的一些基础内容。今天的内容，会比较基础，主要包含3个方面。第一个是谷歌广告的简单介绍，第二的话是我们常见的谷歌广告系列的类型，第三就是会说到谷歌广告对于我们的销售额会有哪一些贡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谷歌广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谷歌。我们相信大家对谷歌都是比较熟悉。谷歌不仅仅是一个搜索引擎，它更是一个互联网技术的平台。那我们说到谷歌的一些媒体，主要有我们比较常见的谷歌的搜索引擎，还有我们的一个 YouTube， 还有一个就是谷歌的展示广告联盟，还有 Google Play， 还有 Gmail。这些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那中间这个展示广告联盟，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人不是特别了解，那后面也会说到展示广告联盟是什么。那谷歌的除了它的媒体以外，它的技术对于广告来说主要有2个，一个就是我们投放广告的一个管理平台，一个就是谷歌的 GA4，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有说到 GA4 的一些教程。好，这就是谷歌比较大概的一个认知。那其实谷歌的广告收益在它的一个销售占比来说，营收占比来说的话，其实会超过90%。所以说谷歌广告对于谷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说的话，也对于比如说我们商家来说，那谷歌广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因为谷歌在它的很多资源投入都会针对广告这个模块去做资源的倾斜，所以我相信大家也是可以认识到谷歌广告的一个重要性。那谷歌营销全漏斗一个底气在哪里呢？我们会经常说到营销漏斗。那营销漏斗从上层的曝光认知到中下层的一个加购、结账以及复购这就是我们对应的一个营销漏斗。那谷歌为什么会有底气说它可以做到全渠道漏斗呢？首先谷歌的产品的用户有很多都是超过10亿的。我们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安卓系统、谷歌搜索引擎、谷歌 Play、Gmail、Google Map、Google Chrome， 还有 YouTube， 这些对于我们安卓用户或者说苹果用户来说，都是使用比较多的一些应用。所以这就是谷歌的一个底气，因为它的用户足够的多，它使用频率它在每个触点都可能会接触到用户，这就是谷歌营销全漏斗的一个底气。OK， 前面我们就说完了谷歌广告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第二部分的话，我们来到谷歌广告系列的常见类型。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搜索广告。那搜索广告我们其实比较好理解，就是用户在搜索一个产品或服务的时候，我们的广告会展示，也就是会在我们的一个搜索引擎这里展示出来。
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在 Google 上面搜索 Apple，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里第一个位置它就会有一个广告位，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搜索广告，那这里会有个标识，就是 sponsor 这样的一个标识，它会显示它是一个广告的位置。我们会看它的主要的形式其实主要是文字为主。第二部分就是展示广告系列。展示广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谷歌展示广告联盟，它的一个主要展示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说到的展示广告。展示广告可以做一个再营销，比如说我们可以向曾经访过我们网站的用户投放展示广告，以吸引他再次来到我们网站。展示广告可以在YouTube、Gmail 或者说用户浏览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网站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广告。这个广告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一个覆盖率非常的广，它几乎是可以接触到超过在线用户90%的用户都可以触达到，所以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覆盖面非常的广。那比如说我们在浏览 CNN 的这个新闻网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个广告位，这个就是展示广告。那我们会在其他很多第三方网站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广告，这是因为这些网站都已经加入了谷歌广告展示联盟这个平台，那他们把网站或者应用上面的一些位置出售给了谷歌广告，所以我们的广告是可以投放到这些位置上面的。好，下面的一个广告类型是购物广告。那我们先说一下购物广告的一个原理。购物广告的话，我们会通过一个叫做 Google Merchant Center 的一个平台去上传我们的产品信息，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feed。那上传之后呢，当然会通过谷歌的一个审核。那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广告通过投放出去的时候，当用户搜索的时候，谷歌就会扫描我们的一个数据 feed 的内容，然后帮用户匹配到相应的产品。那我们商家就是在谷歌上面的一个出价，以及说产品以及内容的相关度进行排序。那我们排名比较高的产品就会出现在谷歌或者谷歌的一个 shopping 版位上面看到。那用户看到广告就会点击我们的一个广告，那它会把我们的用户引到我们的网站着陆页上面。那我们只需要在用户点击的时候才会产生费用。那这就是购物广告的一个大概的原理。那我们看一下购物广告会在哪里展示。同样的，我们在谷歌上面搜索 iPhone 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第一排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购物广告，它的一个形式就会有产品的图片、标题价格，还有品牌，就是销售的品牌，还有它的额外的一些信息。对，我们会看到它在一个其他的一些购物平台，比如亚马逊等等，这些会比较像就是以图片、标题、价格等等组成。那它一般在它的购物广告下面，我们也会看到刚刚说到的一个搜索广告刚刚也说到，除了谷歌这个位置以外呢，我们会点击这里谷歌的一个购物模块呢，我们也会看到购物广告。好，我们下一个要说到的其实是谷歌比较新推出的，叫做需求开发广告，demand gen 广告。那 demand gen 广告的话，它其实是对原有的视频广告做了一个升级。那它主要的一个变化是
利用需求开发广告的话，我们可以在 YouTube 以及谷歌探索以及 Gmail 上面投放我们的一些广告。那主要它的一个形式，比如说我们在 YouTube Shorts 上面会投放，以及说在 YouTube 我们插播广告，以及说首屏信息流的一个位置也可以看到广告，还有谷歌探索，还有 Gmail。那谷歌探索以及 Gmail 的话，我们看到以及这个信息流，我们看到其实可以投放一些图片那除了视频还有图片，我们都是可以投放的。那这就是一个需求开发广告。需求开发广告其实我们可以分为2个板块，一个是视频板块，一个是图片板块。那我们主要想说一下关于视频。那视频的话，我们会看到视频首先我们会说到展示位置这样的一个概念。展示位置是指什么呢？展示位置的话是指我们现在是有4种展示位置，一个是in stream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贴片广告，前贴片或者是插播广告，就是我们看视频一开始，以及说我们看到中间某个位置的时候会看到的广告，那这就是in stream 信息流广告，in stream 插播广告。那第二的话就是 in feed 就是信息流广告，就是用户在YouTube 首页去滑动的时候会看到的广告，那就是 in stream 广告。那还有一个是就是在短视频版位会看到的一个广告。那还有一种就是标头广告，标头广告就是会在 YouTube 首页比较大的一个位置展示的广告。那一般来说，标头广告的话需要单独去预定的，我们在广告后台是没有办法单独去投放的。那这个一般是比较大的品牌，比如说 Apple， 它做一些新品发布或者特别大的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购买这样的一个广告版位。那刚刚说到的 in stream 就是插播广告，它其实也有3种形式，一个是可以跳过的，一个是不可以跳过的，一个是也是在我们播放视频前的一个视频那我们就说完了展示位置的一个概念，就是刚刚有说到的，第一个是6秒不可以跳过的，就是用户在看视频前6秒会看到的广告，那这个也是不可以跳过的。那还有一个就是15秒不可以跳过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跳过的，但是用户也是需要看5秒之后可以跳过的。那就是插播广告3种类型。其实谷歌广告的视频广告的广告类型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主要是简单来介绍一下它的一个类型。那之后我们有需要的话会单独去展开说。那在视频广告的话，谷歌其实也分了根据漏斗上层、中层以及下层的漏斗，它也是做了不同的一个广告类型的区分。那比较上层的漏斗的话，我们是通过视频触达广告系列，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插播广告，比如说可以跳过的6秒不可以跳过的，15秒不可以跳过的，还有一个是信息流广告，还有短视频的广告。那比较中层的就是说促进用户去考虑以及提高用户兴趣的一些视频呢，我们就通过视频观看的一些广告类型。那它同样的话也是可以通过可以跳过的插播广告、信息流广告以及说短视频广告。那漏斗比较下方的促进用户采取行动的，比如说让用户去加购或者购买，那我们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需求开发广告 demand gen 广告去投放。那 demand gen 广告也是可以通过投放
可以跳过的插播广告、信息流广告、短视频广告，以及说我们在探索的图片以及 Gmail 上面的图片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谷歌广告、视频广告比较多的一个视频类型。那其实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一个目标去投放就可以。那我们其实不同的类型，它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增加覆盖面的视频触达广告呢，它是可以通过 CPA 出价，那它也可以说定向去投放一些频道，那视频观看广告的话，就是它也是可以通过 CPV 出价，也可以去定向投放一些频道的。那需求开发广告的话，它可以通过 CPA 或者 CPC 出价，但是呢，它不能定向去投放一些频道，但是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投放一个3-4受众，这是它独有的一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建一个受众包，那这受众包就是已经购买过的用户，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用户来投放3-4受众。好，这是我们说到谷歌视频广告的一些类型，那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但第一次遇到的话可能会比较混乱，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先了解一下，后面有需要我们再展开说。好，那关于视频广告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partnership ad 广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跟红人去联名去投放广告。那大家看到的一个类型大概就是，比如说这里会看到它是红人的一个名字头像，那我们可以在他的视频上面加上我们的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描述啊，这些都是可以改的。但是用户看到的话，就是给他用户感觉就是说这是红人自己在投的广告。对，那这个对于比较忠诚的用户来说的话，那他的信任度的话会比较高。那根据谷歌内部的一个数据来说的话，它的一个转化率是可以提升20%的。OK， 前面我们就说完了谷歌视频广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种谷歌效果最大化广告，叫做 Performance 广告，那我们一般也会叫 PMax 广告。那这个是谷歌现在比较主推的一个广告类型。那它特点的话就是比较的智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前我们广告的话，比如说我们想投搜索广告，那我们就要建搜索广告的系列；想投视频广告，我们就要投建视频广告系列。那我们想要投展示广告，也要单独去建系列那我们就要建不同的系列。那现在的话，谷歌可以通过一个广告一个广告系列就可以投放各种的一个广告类型。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效果最大化广告，它其实是一个综合了谷歌所有广告类型的一个广告系列。对，那它的优势就是说它会识别用户的一个购买路径那它可以实现给我们推送最优质的广告资源，还有跨网络的一个拍卖。那它完全是基于平台算法以及竞价的一个数据去帮我们优化广告。那通过谷歌的一个内部数据也可以看到，它其实广告效果是可以提高高达30%的。那就是这个广告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all in one， 就是所有资源所有媒体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广告系列去投放。对，那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几种常见的广告类型。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的话就是搜索广告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搜索广告。第二的话展示广告第三购物广告。第四需求开发广告。第五 PMax 广告。对，那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几种
常见的谷歌广告类型。那接下来这部分我们来说一下谷歌广告对于我们销售额的贡献是怎么体现的呢？那首先我们会说到一个用户就消费者旅程的一个东西。消费者旅程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要买你的东西，那我前面会经过哪一些旅程啊，哪一些步骤呢？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消费者，那我们在选择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也是会通过不同的地方去，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的测评啊，或者说这个产品的信息或者怎么样，是吧？那用户他的一个触点是非常多的，但是谷歌广告其实就是可以做到多个触点去接触到用户。那比如说用户有需求的时候会搜索一个东西那搜索，那我们会出来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搜索广告，还有说我们的购物广告。那如果说用户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展示广告呀Gmail 广告等等去推送给用户。那用户再次看到我们的广告的时候，可能会返回来再去看我们的一个产品。那用户在看视频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我们广告。那我们通过多个触点的一个接触用户呢，那最终可能就会促成他的一个购买。对。那刚刚前面也说到一个营销漏斗，我们这里再回顾一下，就是营销漏斗刚刚说到了，从曝光发现到考虑购买，再采取行动，比如说加购，到最后的一个采取行动，比如说购买、复购等等。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不同的广告类型，其实谷歌都有对应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这个曝光与发现，那谷歌就可以通过一个是视频广告、展示广告去触达。那对于考虑以及购买意图的一些用户，我们可以通过需求开发广告、展示广告，也就是说其他视频广告去触达。那对于用户采取行动的这一个那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搜索广告、效果最大化广告、展示广告，以及说需求开发广告去触达用户。那我们想要用户去复购，那我们也是通过比如说搜索广告、展示广告以及说需求开发广告去促进用户的一个复购。那这就是谷歌的一个全渠道解决方案对应的一个营销漏斗。那我们就会有个比较大的框架对谷歌广告有个认识。那我们这里看到的一个图就是说横坐标是覆盖面，就是说往这边来用户他的一个覆盖到的用户就会越多。那这里是每次行动成本。那行动成本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加购，那加购就算是一个行动。那每次行动成本就是每次加购的成本。那我们的一个目标是购买，那购买就是一个行动。那每次购买的成本是多少呢？那我们往上，那它的一个成本就是越高的。那我们会看到它是对应我们刚刚说到的不同的一个广告类型的。OK， 那这里的话也有一个内容我们会看到，就是如果是针对一个活动，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个策略是怎么样呢？在活动前期、活动期以及活动后期，我们可以做哪一些广告的动作？那我们在每个时期它的一个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活动前期我们可能的目标是提高用户的一个触达提高声量，引起用户的一个关注。那活动开始我们可以是提高用户对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考虑。那活动后期的话可能是促成用户转化、购买等等。那我们是对应有不同的一个广告类型可以搭配去使用。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内容。其实
内容后面的内容可能会复杂一些啊，前面的内容其实是比较简单，它主要是对我们谷歌广告有个大概的认识。那后面的话，看大家的一个需求，也是可以针对每个广告类型具体来展开去说。那大家对于谷歌广告有问题，也可以咨询我这边。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的观看。